父。人是你。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
我是不是陷害他？很简单。喂，轩哥，你终于肯联系我啦！够了！你好，这位小姐，我就是你口中那个乡下来的黄脸婆。现在还有谁觉得我是 P 图陷害他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快帮帮我！那个贱人，许林那个贱人，她……我让小陈约他在一个咖啡馆见面。
江城所有的名胜古迹。搭配的关系好的不得了，我当时还纳闷呢，周明轩那种货色。
开出的条件简单粗暴，职位连升3级，薪水直接翻5倍，另外再加一套江征市中心的江景大平层以及50万的签字费，这种条件没有人能够拒绝。1个星期之内，天成集团的核心团队被我挖走了2/3，整个公司几乎陷入了瘫痪。陈天雷气得在办公室里砸了他最心爱的古董花瓶，他想阻止，却无能为力。人心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。发给所有供应商。第3步，断他后路。我通过我的渠道拿到了天成集团所有原材料供应商的资料，律师团队给他们发了一份详细的风险评估报告。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天成集团目前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，以及他们继续合作将要面临的巨大风险。所有的货款我都可以预付全款，并且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再上浮20%。商人们都是逐利的，一边是随时可能倒闭收不回货款的巨大风险，一边是实实在在送到手里的真金白银，该怎么选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不到2天时间，天成集团所有的核心供应商全部宣布单方面终止了与他们的合作，转而投入了我的怀抱。没有了核心员工，没有了原材料供应，天成集团成了一个空壳子。他们所有的生产线全部被迫停工，每天光是机器的损耗和工人的工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陈天雷被我3把斧搅得晕头转向，他焦头烂额，四处求人，但此刻谁还敢帮他？谁敢与我为敌？江城所有的银行都拒绝了他的贷款申请，他那些所谓的朋友也都对他避之不及。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，这就是商业场上最真实的写照。此刻的陈天莲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，疯狂而绝望。他坐在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我公司那栋灯火通明的大楼，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怨毒。他知道他输了，在商业上他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，但他不甘心。他陈天雷纵横江城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败在我一个女人的手里？喂，帮我处理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她叫许渊，我要她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喂，徐总，有2人闯入花园，已被控制。人呢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会议暂停，给我不计代价全面做空城集团，我要他在今天太阳落世之前从江城除名。王强，你母亲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需要常年服药。你儿子今年上初3，成绩很好，是他们学校的第1名。你说如果他们知道你在外面做的这些事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李斌，你老婆上个星期刚给你生了个女儿，很可爱，就是她好像还不知道你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和私生子。我这里有他们很详细的资料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耐心有限，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，我可以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你们的家人也会很安全，不然我保证你们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陈天磊，是天成集团的陈天磊，是他给了我们100万，让我们来教训一下2位老人。不，他说只要您痛苦，怎么样都行。徐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求您放过我们，放过我们的家人吧。对了，陈天雷跟我们联系的时候，好像无意中提过一句，他说他跟你早就认识了。他说当年在大学城，如果不是你，他早就成功了。他恨你，恨了很多年。许渊，大学时期陈乐天数据自恋，习得核心创业比赛。陈腾毅。陈天雷，既然你把这一切都翻了出来，那么新仇旧恨，我们今天就一次性算个清楚。王总，天成集团还欠着银行多少贷款？很好，你帮我联系那几家银行，就说天成集团的所有债务我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陈天雷最大的债主。
许鸾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真没想到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么厉害，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。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。我选的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当年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成功了。我才是那个创业天才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所以，你就躲在暗处，像条毒蛇一样算计我。你利用周明轩那个蠢货来恶心我，甚至你还想对我父母下手。没错，我就是要让你痛苦，我要让你失去所有你在乎的东西。周明轩的那个废物，只是我的第一步棋，可惜他太没用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许愿要怪，就怪你太优秀了，优秀到让我嫉妒，让我发疯。下辈子记得做个平凡的女人。陈天雷，你真的以为你赢了吗？警察，放下武器！你报警了？不然呢？你真以为我会傻到一个人来赴你的死亡之约吗？陈天雷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种人早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。许鸾，我不服，我到底是哪里输给了你？你输在你从来不懂得什么是光明正大，你的人性早在大学时就已经被嫉妒和阴暗彻底吞噬了。陈天雷被捕的消息第二天就登上了江城所有媒体的头版周条，他所犯下的罪行也被一一公之于众，蓄意伤人、商业诈骗、恶意窃取商业机密，数罪并罚，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。天成集团也因为他的倒台和巨额的债务，在当天下午就正式宣布破产。我作为他最大的债主，顺理成章地接手了他所有的优质资产，那些曾经被陈天雷视为珍宝的生产线、厂房和专利技术，如今都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我只用了1天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对天成集团的吞并和重组。江城的纺织业从此再无任何势力可以与我抗衡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城商界女王。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。周明轩这个可怜的江城离开了江城，我没有再关注他的消息，没了钱，没了光环。我听说他和老太整日游手好闲，酗酒赌博，很快就把从刘艳红那里骗来的最后一点养老钱也输了个精光。刘艳红气得中风，瘫在了床上。他非但不照顾，反而嫌他是个累赘，每天非打即骂。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他偷了邻居的几百块钱，连夜跑了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刘艳红则被送进了镇上最差的养老院，每天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，靠着护工的施舍过活。不知道在那些难闻和孤独的日夜里，他会不会偶尔想起曾经他也有机会住进那2000平的大别墅，安享晚年。是他自己的刻薄与糊涂，亲手毁掉了一切。至于那个叫林梦梦的女人，她的下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我给她的那20万，她并没有用来还债，而是转身就去买了一个新的限量款包包。但她忘了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她那些男朋友的太太们，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她的存在。那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们，收拾起这种拜金女手段比我狠辣多了。她们没有动粗，只是联合起来封杀了她所有的收入来源，让她再也接不到任何广告，收不到任何礼物。同时，她欠下巨额债务的消息被彻底撕配。她从一个光鲜亮丽的网红名媛，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最后，她只能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，灰溜溜的为一张回老家的绿皮火车票，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她只能在县城的一家小发廊里当个洗头妹。每天都要对着那些油腻的脑袋和刺鼻的化学药水，不知道在午夜梦回时，他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去招惹一个他根本惹不起的人。1年后，圆圆回来啦，快去洗手，准备吃饭啦。闺女，快尝尝爸刚摘的，保证甜。